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6.74，收盘价是190.9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3.75，最低价是在186.0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1.819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6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开口增大，双线也是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下行的行进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日内出现了反弹，收了一根小绿 K 线。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在这样的一个下行的走势中啊，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能否止跌成功，要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193.75。那如果能站上这根 K 线最高，那代表这个止跌成功，也就是说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那如果后续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86.01，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小幅上涨，收盘价会在205。那第二个预测呢，我们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在211。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01附近。那实际在3月2日收盘价是在190.90，是出现了大幅的回档，或者甚至我们可以叫下跌。那么我们预测的那个回档的点位是在201啊，不仅与实际发生的这个回档的点位相差较大，应该是相差的非常的大，但它的性质也不同。实际出现的这个大幅的回档呢，它在当日是出现了新低。这个新低我们是比较于2月13日的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187这个位置。那么出现了这样的新低，实际上也就建立了底低的空头趋势，因为上方已经有了头低，所以目前这个空头的趋势已经被建立。对，这就是说当日 K 线的线型的这个性质使现在的 K 线图发生了转变。对，那既然空头趋势已经建立呢，那在日后的分析当中我们将会从空头的趋势来进行股价的走势分析。好，
那对于3月3日，我们先来看下行，下行的目标依然是187，也就是它要跌破这个横盘区域。那跌破了187之后，也就是跌破187的目的，就是要开启一波下行走势。那所以这样一来，这187啊，既是股价后续下行的目标，同时它也有可能是成为一个强支撑。好，因为多头是要守住这个位置的，这个它不希望股价的收盘价跌破这个横盘区域。那在3月2日虽然出现了新低，但是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这个横盘区域之内。对，好，那后续股价如果跌破了187，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依然是162。那在到达162之前的支撑位，一个是在182，是2月2日这根 K 线最低，还有一个支撑就是2月1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是在173附近，所以股价一旦跌破187，将会在182和173遇到支撑。或者叫遇到阻力。好，这是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反弹。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目前应该是在211，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那么对这个211是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说，股价一旦出现反弹，日后只有站上211才能瓦解目前的这个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所以在站上211之前啊，后续我们把股价的上行都会称作叫反弹。那压力呢？很显然，上方的这个缺口，包括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股价反弹的阻力。好，这是股价的第一个目标，反弹的第一个目标211。那接下来的目标，一旦股价能够站上211，叫反弹成功，将会瓦解空头趋势。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上方的217，我们把它的颜色变一下。好，217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么股价将开启新的一波的上涨走势。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37。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反弹。那对于3月3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90，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那如果在盘中股价能够在190上方运行啊，那说明股价会有反弹或者会出现横盘。如果在盘中股价是在190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说股价后续很可能会出现下行。所以在3月3日我们要关注190，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好的，好，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在第一个仓位是在2月22日强反弹进场5%，然后在2月27日有加仓5%，一共是10%的仓位。
那么对于3月2日，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止损出场的位置是在197，那么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197，所以这个仓位应该是止损出场，对，应该是立即出场。然后第二个操作建议，我们是在2月27日的收盘给出的，对，是它的收盘价是在207.63附近进场抢反弹。那么我们抢反弹，然后它的仓位应该是5%。那么到了3月2日，股价跌破了197的止损位，也应该是出场。对，所以这两个抢反弹应该目前是都出场了。那之前如果还有持有仓位，然后呢目前是盈利的状态下，那么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了，对于3月2日来说，它的停损是在192，或者说是187。那么到了3月3日，我们依然给出停损位置可以设定到，依然设定到187，也就是192。如果现在说我停损出场 ，OK， 可以停损出场了。如果说我还要看股价是否会反弹，那么可以守187，这是底线。我们说的停损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这是我们给出之前的操作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对于3月2日，我们是有技术上的进场点，对，也就是说，在3月2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也就是190.9附近，是可以抢反弹进场的。那在这个位置进场应该是5%进场抢反弹，然后呢，目标是3月3日的195附近，对，目标是195，然后止损是在186，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的下方一点186。好，那这是我们说3月2日的抢反弹的进场操作建议，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目前我们想说明一下，在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和之前进场抢反弹是不同的，因为目前已经是建立了空头的趋势，所以目前抢反弹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是应该要出场的，也就是股价到达了195，即要出场，或者股价有可能没有到达195，比如说会在192，我们说，那第二天我们也要根据现行来考虑出场。对不起，我想再更说清楚一些，就是通常我们会在第二个交易日盘中设定195，假如说195是我们的目标位，那盘中只要股价达到这个位置，叫自动出场，设好这个止盈的位置。那如果说你没有设定它，盘中没有设定止盈的位置，只是还是要等到盘中的收盘后再操作。那么盘中收盘后，无论股价在什么地方，都应该考虑出场，除非有一个条件，就是收盘价在3月3日站上了这个前高193.75，那我们可以视情况再去决定是否出场，对，但是应该不会是加仓。好，所以空头趋势下抢反弹第二日是应该
准备出场的。之前我们抢反弹啊，多头趋势抢反弹进场是为了后续的加仓，然后一直是多头向上的，我们是不断加仓。对，那空头趋势抢反弹，我们要有马上出场的这种准备。好，这是对于抢反弹的操作建议，是190.90附近进场，目标是195，止损位是在186，仓位是5%。好，这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3月3日开盘之后，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到193.75，也就是前高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开始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说是空头的建仓。那它的目标是187和162。对，那我们说的是193.75以上啊，一直到上方的，尤其再到这个均线值这个地方之上，都会是空头的加仓位。那目前空头的回补位将由前一个交易日的211提升到207。对于3月3日来说，这是对于3月3日来说，空头的回补位应该是207，对，提升207了。好，因为空头操作是相反的，值下降，但是它是提升了。好，这是我们说的空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压力位是从193一直到201。那在这个压力区间内，包括缺口，包括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那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呢，都有一个重合点，就是在201这个位置。我们也加一条线作为一个观察，在201，也就是我们测算的各条均线值啊，它的区域都包括了201。好，其实这两条红线之间呢，是它的是股价反弹的压力，非常宽。好，第二个压力位是207，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11。那我们再来看股价下方的支撑。那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186到187这条水平线这个区域。第二个支撑是在182，第三个支撑是在173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反弹。如果是反弹，股价将是小幅的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187，上方最高会到达196，收盘会收在192.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低于18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呢，我们给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强势的反弹。如果出现强势的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2，
最高上方会到达201，收盘会收在198.5附近。那出现强势反弹，它的条件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强势反弹。另外一个方向是会出现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91，最低下方会到达181，收盘会收在183附近。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3月3日走势的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对不起，然后我还要补充说明一点，是有关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今天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是我们有2个止损出场的建议单。对，那么既然止损出场，然后我们又给出了一个强反弹的进场单。那既然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进场的建议，那前面这2单我们为什么要出场呢？而不去保留呢？在这里我想再重复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啊，每一个操作和之前的操作和之后的操作都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强反弹或加仓止损出场了，那么现在已经结束。那我在当日止损出场的一个交易单，那么在3月2日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又看到技术上的强反弹的机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重新进场，而不要把前后2个单去联系起来，因为联系起来之后，那你后面还要进场，那我在这儿就不要止损了。那一旦出现下跌，这样的在这个地方建仓的单做多的或者强反弹的这个单就会有大幅的一个亏损。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单与单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再次向各位会员朋友表示感谢，谢谢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和支持，非常感谢。